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本期分享 Hanxian Huang 等人关于 Mobile LLM Flash 的最新研究。这项技术的核心在于硬件在环优化，旨在彻底解决大模型在手机端的部署延迟。通过在物理硬件上直接进行延迟导向的架构设计，该方案成功突破了端侧算力的固有瓶颈。这种基于工业级部署视角的研究成果，让大模型在移动设备上真正具备了实用价值。实现高效部署的关键在于守住黄金4秒的体验红线。衡量该体验的核心指标是 TTFT， 即首字回复时间。解码过程虽能靠流式输出掩盖，但 TTFT 是绝对瓶颈。研究发现，超过4秒的等待会严重破坏用户感受。在约2000个 token 的上下文范围内， 3.2 秒的 TTFT 是理想的性能指标。这一平衡点确保了模型在处理复杂任务时依然能实现急速响应。守住体验红线的尝试，正因脱离硬件现实而陷入困境。盲目压缩参数或计算量，无法在手机上转化为等比例的加速。许多方案过度聚焦服务器端 GPU 优化，完全脱离了移动端 CPU 的计算底座。另一个关键阻碍是定制化算子的陷阱，使用特殊的注意力机制，导致模型无法在标准移动环境中通用部署。数据揭示了模型体积与真实速度之间的巨大鸿沟。参数量和 FLOPs 与端侧延迟仅呈现弱相关。实验数据显示，参数量对 TTFT 的 Candle Tau 相关系数仅为 0.40， 计算量与延迟的相关系数也只有 0.46。这说明仅仅减小模型规模是远远不够的，算法设计必须向真实的物理硬件妥协。向硬件妥协的本质是确保模型能兼容主流的运行环境。像 Mamba 2这样依赖复杂定制算子的模型，在移动端生态中往往寸步难行。Mobile LLM Flash 建立了极高的部署门槛，即拒绝任何特殊内核，它必须在标准的 Executor 运行库上开箱即用。这种通用性要求确保了它能覆盖最广泛的软硬件站，真正建立起部署的护城河。为了在标准软硬件环境下实现性能跨越， Meta AI 引入了硬件在环架构搜索。该范式摒弃了传统的代理指标，直接在三星 Galaxy S25 等真实手机上运行优化循环。系统会将硬件测量结果实时反馈给软件，从而联合搜索最优的层数、维度和注意力模式。这一策略的最终目标是在满足极端的预填充延迟限制下，找到模型性能的帕累托最优解。在硬件在环的框架下，团队面临着从700亿种架构组合中进行筛选的挑战。为了避免昂贵的从头训练成本，研究人员采用了基于减脂的搜索策略。这种方法将候选架构视为大型预训练模型的减脂版本，并直接继承权重。实验表明，仅需训练26亿个 token， 系统就能准确预测模型最终的性能排名，极大地提升了搜索效率。整个优化过程被划分为2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研究人员利用在真实手机上测量延迟几乎零成本的优势，进行了海量采样。通过密集测量各种减脂架构在硬件上的表现，团队构建了一个基于高斯过程的高精度延迟预测模型。这种先建立底层延迟模型的做法，为后续精确锁定高性能架构奠定了基础。进入优化的第2阶段，资源被集中投入到那些高潜力的低延迟架构中。由于评估训练损失的成本极高，多目标贝叶斯优化只针对通过第1阶段筛选的候选者。这种方法最终成功锁定了准确率与延迟的帕累托前沿。图中橙色虚线代表了物理硬件下的性能极限，位于这条线上的架构就是当前真实环境下精度与速度的最优平衡点。在锁定帕累托前沿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了一条核心规律，即更浅更宽的架构才是端侧王者。虽然深层模型通常具有更高的精度潜力，但其在手机端会带来难以忍受的延迟。实验证明，一旦引入延迟作为硬性约束，矮胖型结构比高瘦型结构更具优势。这种浅而宽的设计能完美击中速度与精度的平衡点，成为端侧部署的第一准则。在确定了浅宽架构后，注意力机制的选择成为第2个关键。研究者发现，传统的滑动窗口注意力在手机端并不理想，受限于内存和并行计算，其算子开销抵消了算法优势。相比之下，直接跳过某些层的跳跃注意力表现更佳。
这种简单直接的方法提供了远优于滑动窗口的延迟与精度权衡，成为端侧优化的第二条黄金法则。虽然跳跃注意力效率极高，但应用时必须遵循事不过三原则。实验数据显示，连续跳过超过3层会导致常识推理准确率暴跌至 8.8%， 这是因为过度简化破坏了模型的长文本建模能力。为了平衡速度与精度，最优方案是将跳跃层与全局注意力层交织排列。在这种布局下，准确率能稳定在 33.2%， 同时兼顾了极速响应与长程记忆。基于这些搜索出的黄金法则， Meta 打造了3款端侧模型，最高支持 8K 上下文。首先是 350M 版本，拥有12层架构并跳过了7层，追求极致响应。其次是 650M 的平衡款，在13层中应用了8层跳过。最后是 1.4B 的旗舰版，通过16层交织结构实现更强的建模能力。这3个模型共同构成了 Mobile LLM Flash 家族，能灵活适配不同的端侧应用场景。在架构优化之外， Mobile LLM Flash 还寄出了一件反直觉的隐藏武器，即 202K 的庞大词表。虽然大词表增加了嵌入层的参数，但根据信息密度法则，它显著提高了单个 token 承载的信息量。这意味着表达相同语义所需的 token 数量大幅减少。从整体算账，这种设计从根本上降低了推理所需的总计算量和时间，实现了对传统小词表模型的降维打击。在与 LFM2 和 Nemotron Flash 等模型的横向对比中， Mobile LLM Flash 展示了全方位的架构代差。它是唯一一个同时实现了移动端 CPU 延迟直接优化、架构与注意力统一搜索以及基于减脂的高效搜索的模型。此外，不同于部分模型对特定硬件的依赖，它能完美兼容任意硬件运行时。这种在搜索效率和部署兼容性上的多重优势，确立了其在端侧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从散点图看，其3个模型均处于性能更高且延迟更低的绝对优势区域。在9项任务得分与玉田充延迟的对比中，它大幅领先于 Gemma 3、Llama 3.2 以及 Kuan 3等主流模型。这套硬件在环搜索出的架构将端侧延迟与准确率的边界推向了物理极限。在极致微缩的 350M 级别对决中， Mobile LLM Flash 展现了卓越性能，其综合准确率达 45.46%， 稳居同级首位。在2000上下文玉田充测试中，它以 2.78 秒领先 Gemma 3，达到 1.13 倍速，解码速度每秒 112.58 个 token， 超越同类 16%到 35%。这证明其在极低参数下依然具备强劲优势。在 650M 黄金平衡级别， Mobile LLM Flash 同样维持了领先，其综合准确率提升至 48.57%， 在玉田充测试中仅耗时 3.34 秒，速度达 Kuan 3的 3.4 倍，领先 LFM2 1.8 倍，解码速度每秒达 85.35 个 token， 在同级模型中呈现碾压态势。这组数据进一步证明，该架构在提升性能的同时，依然守住了极致的端侧吞吐效率。作为 1.4B 级别的端侧旗舰， Mobile LLM Flash 实现了对大厂主流模型的全面对标，其综合准确率高达 55.06%， 显著超越了 Llama 3.21B 的 49.01%。在计算负载更重的玉田充测试中，它依然能保持 9.08 秒的领先速度。这意味着，即使在最严苛的移动端 CPU 环境下，该模型也能在不牺牲响应速度的前提下，提供更强的逻辑与理解能力。在旗舰级的性能基础上，经过指令微调的 Mobile LLM Flash 展现了全能的实战价值，其 MMLU 知识储备得分达到 47.89， 具备扎实的通识能力。而在 Human Eval 代码测试中，它以 46.34 的高分大幅超越 Llama 3.21B 的 37.80， 同时在 Open Rewrite 文本重写任务上也拿到了 40.10 分。这些数据表明，它不仅跑得快，更能胜任代码编写与文本编辑等高阶应用。在这些卓越表现的背后，该研究还展示了极高的开发效率。得益于减脂搜索策略，寻找最优架构的过程仅消耗了极少的算力。与从头训练相比，系统仅使用了 35% 的训练 token， 就完美锁定了帕累托前沿的冠军架构。这种高效的数据利用率，在降低研发阶段碳足迹的同时，也为边缘侧 AI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例。
不再是盲目堆叠数据或设计花哨算子。真正的制胜公式是真实的硬件基准测试结合极致的算法减脂。这种模式让物理手机的算力上限亲自指导了神经网络的进化方向。随着模型无缝接入标准生态，一个真正开箱即用的端侧 AI 时代已经到来。